开始直播。你拿手机要不看一下有没有直播？时间什么的哈。对对，我这个好像刚才选错了。好的，马上。哎，手机，这个老是出错，刚才这个设置出问题了。我看一下这个直播有没有开始，稍等一下啊。找一下，嗯叫什么来着？拿姓小中医。幸福的幸啊，对，嗯，有有了有了，一个是吧？他现在有了在这儿。刚才我们两个在里边，不是，就是应该在里边是应该在里边啊，啊。那我们就开始吧。我把这关了。好。啊，这不好意思，刚才这个设备出了一点问题，现在不知道是开了2个直播还是一个直播，但是看手机上有一个是能看的。先简单说一下，昨天那个视频做的比较仓促，那其实我想的是很多，但是可能表达的不是很充分，回头我再梳理一下，看看就是怎么把这个胖东来这个模式用到这个中医诊所里面，就可以把这个之前中医诊所一些弊端可以避免掉，然后让这个行业更好一点。至少说身边能做的更好一点吧。然后好多人留言，我看是问说怎么跟我学。我觉得现在有这个油管频道，我会尽量把这种这个技术的传承能够拍下来的就尽量拍下来，大家可以先看视频。线下的培训呢，我们去年是有做几期，然后每次就是满4个人报名的话就开一次，主要是以部位的。就是颈椎啊、腰椎，然后膝盖、肩膀这些来讲，一般就是一天。之前我们也开过更长的2、3天的，或者是1周的，就是讲的会更系统一些。然后有的人问拜师，我现在是没有这种，我对师徒制呢，我虽然也是拜师的，但是我觉得师徒制可能不太适合现在的这个社会了。我觉得就是短期没有这种收徒弟的想法，因为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吧，就是感觉还是如果收徒弟，可能照顾不到徒弟的方方面面，所以所以就是教一教技术吧。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先跟着视频学，这是昨天的视频。另一方面就是，前几天看那个上周我们讲的这个肩膀锻炼、力摇的这个锻炼，有一位叫云间实心人的朋友，他留言说是他的颈椎刚经过这个正骨治疗，然后这个医生嘱咐他不要做一些特殊的锻炼，不然可能分辨不清楚这个疗效的问题还是他锻炼造成的一些问题。这个是好多人都会有的顾虑。我自己个人主张呢，就是你治疗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帮助患者做他能想做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治疗并不是去追求疗效的最大化，让说出现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是希望患者的身体能够适应，看他的气血的能力，看他这种身体的恢复能力，能够承受这个治疗。不能说因为了让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你把治疗过于饱和的这种状态，那就其实也是一种过度治疗，就有可能患者身体是承受不了的。可能当时在诊所的效果很好，但是一回去他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这样也是从我的理念来说，我是觉得不应该这样治。那您刚才这个说，您的意思是说可以做这些动作哈，不要受限于这个是吧？所以我治疗就是希望说，治疗完，鼓励患者就是尽量去尝试他想尝试的动作，对，然后正常生活，然后他喜欢锻炼的话，那尝试一些他锻炼。当然，有些情况，比如说，上午有一位患者，他是长期跑步，然后膝盖受伤了，呃，腰也疼，很多问题，然后治疗完问我能不能跑步，我也是跟他说近期先不要跑。嗯就是因为你不要超过这个身体的极限，
这个是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去做一些判断的，对，这个说的不对，不是能说这种泛性的什么都不能对，做。也不是说也什么都可以做，对，也还不是什么是说要都可以做，根据要看具体专业的情况。情况，对，对，不然的话，就是我记得前2年看过一个网上视频，他搞笑的嘛，嗯他就说他，哎，我这个肩膀不舒服，然后去找了一个医生看，嗯然后就刚说，哎，医生，我这个手一抬到这就疼，嗯，刚说完，然后那个医生就说了一句 "Don't do that"，啊，就不要啊，然后就就没有还等着说，问题了。没，我就这个吗？然后就很吃惊，然后那个医生就我等了几个小时，就这一句话，然后那就是很搞笑嘛。是，但是确实是好多时候，没办法，身体有的情况确实是，你如果一些动作涉及到这些违反结构或者是到生理极限的话，那确实是要禁止。但是大多数情况，我们治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做你想做的事情嘛。恢复起码恢复它正正常常的生的理结构，生活。所以是一个矛盾。这个就是牵扯到我面对患者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好多的病人或者患者他过来的时候，不管是治疗还是咨询，很多人其实是不会看病的，嗯哼，就是他看病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嗯想要达到的疗效，想嗯要解决的问题，结果就往往是和医生沟通的时候就出现问题，嗯大家就你说前门楼子，他说胯骨轴子，就互相就完拧了。再加上现在的这种医患关系，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说欧美这边，它其实都是有这种隐性的条约、隐性的这种契约。就是医生他治疗的时候，他也会顾虑说，哎，我会不会说，触犯到一些禁忌，然后他也会偏向于保守化。对对对，那如果你在沟通不彻底的话，就出现误解的概率就非常大，嗯这就导致，呃，病人这边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好的疗效，然后医生这边呢，他也是治疗的时候顾虑重重，没办法全力的发挥。所以我想以后要不要，专门开几期视频或者开一期视频，讲一讲大家如果作为患者来说，嗯我怎么去学会更好的去看病，当面对医生的时候，我应该去说哪些，应该去做哪些，然后避免一些误会，避免这种沟通的这种对，偏差。你像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陪我母亲去复查，嗯哼她去医院复查，然后在家里面的时候，在路上就不断的跟我抱怨说，哎，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这儿也疼，那儿也疼，哎，这个做不了，那个做不了。就到了医生面前呢，医生问说，哎，你这几天，怎么样？复查怎么样啊？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来，我是直播呢，我是直，啊不好意思啊，李大夫来，一会儿看看他要不要一起参与这个直播。好，我把这个说完啊，就是我母亲就是说很多症状嘛，结果到了医生面前，医生就很严肃地问他，就是其实态度很随和。当时就是医疗环境还不像现在，那个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医院，但是就是没那么多病人等。他复查的病人嘛，是去那个病房复查的，然后找了这个大夫，这个大夫叫到办公室就说：“哎，您坐下，我给您查一查。”然后就说：“您有什么不舒服吗？”然后我母亲就说半天，憋了半天，一句话没说，就都挺好的，没什么不舒服。那这种我这个当时我就都懵了，我坐在旁边，我说这妈，你刚才不是说了很多不舒服吗？那你到医生这儿怎么都没什么都不说了？这个不是个案，这个不是个案，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就是是，忘记了自己的对对对，很多东西。他到特殊的场景之后，他之前那个关注的地方那就不一样了。所以那如果你是医生的话，你面对这样的病人，你也很难帮到他，对吧？所以大家是要学会怎么去看病，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对，我就从我的经验，我会梳理一些要点吧。比如你一些平常不注意不到的地方，然后我有一些症状，你最好拿个本儿记一下，写下来，对，记下。但是呢，还是不能说什么都记。还有另一种相反的病人也很常见，就是那种就痛陈革命家史的，就是病人来了以后，恨不得就是几岁尿床，然后穿尿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然后什么时候发过烧都跟你说一遍，也就有关系没关系都说一遍。这样呢也不是说不好，但是效率就高，就很低，而且就是病人就很难掌握这个
重点，医就是生就就医生专门就不说。不知道应该嗯，重点治哪里了。这个我都犯过，医生说你先别说说，因为你说你会误导是。我。哦，MK14，欢迎师姐，这个赶上直播了。我刚才那个直播链接出错了，然后这重新建了临时的一个链接，我回头再改啊。这很多人都会犯这种问题，然后还有的就是我经常看到这个到加拿大这边嘛，我嗯们就在那些微信群里面，突然就经常有这种人就说，哎，某某有病，用英文怎么说？啊。我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嗯哼。他说我准备去看家庭医生，然后我要把这些相关的单词背下来。然后我说你拿这个词去问医生的话，医生会觉得你不是身体有病，你是脑子有病。因为医生是什么呢？医生他的专业训练就是你要把普通人的老百姓的对身体的直观感受的描述，嗯。然后经过综合配合检查、配合查体，然后综合起来做了一个诊断，对。判断出你到底是什么病。你如果拿这个词去问医生说：“哎，我得了这个病”，医生会觉得很奇怪，就说对。你先给自己下了一个诊断，这个呢就非常容易出现这种误诊。嗯，对对对。前几天我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新病人，男性，大概50多岁，也是一个老移民，语言都没问题的。但是他来找我呢，从咨询的时候就不断的说，哎，我年轻的时候就踢球，踢了很多年球啊，所以这个脚踝受了很多的伤。嗯我这个伤呢，各种治疗，找了各种专家看，都没看好，嗯哼。也打封闭了，也做了各种治疗，用了各种药，吃最高级别的止疼药，就是不管用。然后我说：“那你过来看一下吧。”嗯，然后他说：“你能保证治好吗？”我说这种问题就是没办法不回答，能说保证。因为对我没有看到人，也没有看到你的情况，也没有治过，那你这只能是咱们就扔个骰子吧，或者对对。或者算一卦。那你这种是肯定是不负责任的这种言论，所以我说：“那你先过来。”过来以后呢，我说：“你哪里不舒服？”他还是重复的说：“哎，我的脚啊，踢球的时候受过几次伤，然后怎么治疗。”我说：“那你哪里疼呢？”嗯哼。他就给我指了一下。那其实我的经验呢，就是他一指这个地方，我就知道，就不是他的脚踝，因为他没指脚踝，哦。他指的是小腿下面这个位置。然后我哦。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你的腰有不舒服吗？”他说：“我腰没有不舒服。”嗯哼。我说：“那好吧，那你做过哪些治疗？”然后他就开始讲他做过各种治疗、各种检查。嗯。然后我说：“你查过你的腰吗？”他说：“我没查过呀，我腰没事儿。”啊。然后我说：我们就开始治疗吧。”啊。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放松他的腰。啊。然后放松完了以后呢，我说你下地试一下，感觉一下。他说你还没治呢。我说你先试一试，感觉一下。然后他下来说，哎，我腿好多了，我啊。脚不疼了。然后我说对呀，我说你的这个症状很典型，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哦。然后呢，他说哦是这样啊。就等于他之前找医生看，找看专家看，对哦。嗯。都是看他的脚。对。然后那个医生专家也很直觉的，就是哎，他这个病人来了看脚，那我给他做脚的核磁，做脚的 CT 去检查，然后告诉他说，哎，你这个脚的骨头没问题，对。然稍后微有一点点增生，然后我各种治疗打封闭，局部打没有效果呀，因为它不是这里局部引起的。这个因和果的搞清楚哈。对，就是你反而这种很主观的描述。判断对判断。描述，对对就引起了误诊。对对，还帮不到自己哈，帮不医到自己，反生对。而是让这个病情耽误了。对。然后治疗完，我说：“那你还是约家庭医生好好检查一下，在腰做个 CT 或者做个核磁，明确一下。我们虽然通过这个治疗已经基本上判断你这个主要的症状是由腰这里引起的，但具体腰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还是应该做完检查，明确诊断，规范治疗才行。”对对。就是这样。今天呢，我们就是不讲那么多了，这个回头可能要做一系列的视频吧，就是好多方方面面的问题。说起来好像都跟笑话一样，但是你摊到自己身上，就嗯。真的是很痛苦的。好多人抱怨说加拿大医疗系统不好什么，但其实加拿大医疗系统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那我们作为这个华人移民，我们怎么把这个优势放到最大化？对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学那些专业的名词，那些专业名词可能那个医生都不一定对。那么清楚，他可能都需要查谷歌。你去说了之后，这个名词还不一定就对着你这个症，你反而是引起这种误导的效果了。
那就是下次我们再讲那个怎么问医生，怎么跟医生对，怎么跟描述。医生沟通，怎么描述自己的直观感觉，嗯，对。然后应该关注到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先看看李大夫那什么情况。嗯。他今天没说要来呀，他先出去了。哦。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来了。那我们就继续吧。今天主要是想讲一下膝关节，最近膝关节的患者非常多，可能也跟这个节气变化有关系。从冬天到春天到春寒，虽然还有暖气，但是好多人的体感是说觉得现在春天了，感觉是比冬天还要冷。哎，是我说今年的节气可能是这样这讲哈，有点不就太正常。是春行冬令哈叫哈，就对对对明显觉得比冬天的时候冷了，而且有风，对，因为冬天没有什么风嘛。是的，是的。对。这个体内的肝气也是不一样。那肝气一上来的话，一些筋骨病啊也会出现一些表现的。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介绍几个常用的康复锻炼的动作。大家先要看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你是说我膝盖滑雪摔了，半嗯月板损伤，膝盖正肿着呢，嗯这个时候不适合练的，还是需要静养，需要规范的治疗。或者说我的膝关节已经病了十几年，啊。关节肿得很厉害，这个哦。时候你做这些动作可能帮助也不大的，还是先规范治疗，至少让它急性的肿痛不要那么严重。我说的这个锻炼的方法呢，主要是说我膝盖有点不舒服，或者说是有一些问题呢，然后我想找一种可以长期锻炼的方法，来让我的膝关节、让我的下肢的状态更好。但不是急性有症状的。对，急性有症状还是要明确诊断、规对。嗯。范治疗，不是说靠一些简单的动作就能够完全康复的。第一个呢，还是先，今天我们这个隔壁这开始在装修，所以它会有点噪音啊。就还是首先推荐我经常推荐的，等它做完吧。就还是推荐我们这个足底筋膜滚轴。等一等吧，它这个声音应该不会太长的。白天都还好，它好像就是早晚在施工。哦，那白天可能有人上对，班的。有可能，有可能。纠正下肢的立线，然后用这个足底筋膜滚轴，效果就非常好。我们之前一直推荐就是站着锻炼，但如果你只是膝关节不舒服的话，那其实可以坐着练，就是把这个足底筋膜滚轴放在地上，然后前后这样滚就行，不需要用力的，就是越轻然后越好。它啊。只是要一个肌肉收缩、关节的舒展就可以了。不要用力。不要用力，啊。用力反而会对它的效果打折扣。哦。嗯，这是足底筋膜滚轴。膝关节实际上它是一个轴承结构，大家不知道对机械了解不了。这个轴承它本身是不负重的，嗯哼。它是起到这个关节让它这个关节动或者机械结构动起来。我们这个膝关节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轴承的结构，这个是。嗯。所以它本身是不太能负重的。哦。所以呢，最伤膝盖的，并不是好多人认为说我跑步，嗯。或者说我去跳，或去做一些剧烈运动，真正伤膝盖的是久坐。啊。这个已经有很多的实验都去做论证了，有的我看有长达10年的这种流哦。行病学的调查，比如分成2组，一组人就是长期习惯运动的，嗯哼。不管是跑步啊，还是说其他的运动，他每天有规律的运动，就是这种比较爱动的人。另一拨人呢，就是这个不喜欢运动的，就是他啊。长期久坐的人。最后通过几年的5年、10年的观察下来，发现运动的人，我们原来的观点都是说他动得多，他磨损就多。嗯嗯。但最后发现呢，是久坐的、动得少的人，他的膝关节，别管是软骨还是关节的这些增生、蜕变，都是比运动组要更快的。更快了。就是同样年龄、同样的时间，它的蜕变的速度、它的变差的状态，都是比运动组要更差的。就是运动虽然是会磨损，但是运动同时也加速了这种血液循环，让它的筋骨。状态更好，它的肌肉状态也会更好。
所以呢，它也有修复。以前是关键是认为，膝关节还有人体的其他的软骨是没有修复能力，嗯嗯嗯但是现在通过很多先进的观察手段、实验手段，就发现到人的软骨是能够自我修复的，只是说它修复的自然修复速度比较慢，对，远远这个小于这种破坏或者说蜕变的速度，所以就以前就观测就认为它是没有修复，但是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方法，你只要给它合理的修复，嗯。给它足够的环境，让它血液循环好，让它的受力环境好，它的修复也是可以不错的。嗯，这个是我有体会，因为我以前在广州的时候，可能广州比较湿哦，啊我就关节总是疼。啊然后我还跟我爱人开玩笑，我说那个将来你可能得帮我推轮椅了。但是我到加拿大就好很多，就啊，是几乎没有，就环境影对，现响，在几对乎就没有疼过。那我现在也很大年纪了嘛，但是我对，觉得还是可控的，就是可控的。可逆的，有时候。它是可逆的，但对，是就是相对慢一点。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保健品也是对这个关节软骨有一定的修复作用，嗯但是没有宣传的那么好啊。这我们看到的就是有些商品的这种保健品就宣传对这种关节软骨有修复作用啊，有治疗作用。这些其实都是实验室里面能观测到，嗯但是用到临床上没有那么明显的效果。我们就是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有用过，嗯最后发现就是它肯定是实验数据和实际情况差别很大，要起作用需要大量，需要长时间才能有效果，就没有传统的，我们正常的这种规范治疗的效果要好。这个是所以大家不要对这种保健品有过度的幻想，对，就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就避免久坐，避免长时间让它一个角度长期的受重力的压力。所以以前好多人认为说，我去要练膝盖的话，要练靠墙静蹲，嗯要练深蹲，但现在就是发现，这些都是对膝盖的破坏要远远大于它的修复的好的作用。哦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种训练了。就靠墙静蹲，它主要是练的股四头肌。理论上说股四头肌好，对膝盖有保护的作用，但是你用靠墙静蹲的这种训练方式，它对它的关节的破坏是大于它的修复的作用的。哦。所以我们做这足底筋膜滚轴也是不要用力，就是很轻松的放松的去滚动就可以了。今天主要是介绍一些比较安全，然后效果又比较明确的锻炼的方法。一个呢是我们比较传统的拍打法，拍打法就是原来国内也有一段时间很流行，网络上流行出现过一些网红，但是他们那个拍打法呢是有些过度极端化了，有些起什么很玄幻的名字叫禅拍呀，或者是说有各种绝症都能治啊，那没有那么神奇。嗯拍打法呢，以前比较常见的是少林派，少林推拿他们用的比较多。北京的话就是世纪坛医院这种葛主任、葛大夫他们推广的比较多，他也写过专著，就捏筋拍打疗法。我们学的这个拍打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学院派，还有就是安春如的这个流派，他们做的都是比较舒服的，不会说太大力去拍。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是空掌，哦不是实掌。实掌拍的话，你像关节一些地方，还有一些皮肉比较薄的地方、头面的地方，你就有可能是受伤的。所以用空掌就比较安全，它是空心儿掌。嗯然后拍打的部位呢，是我们膝盖的两侧膝眼，下膝眼，对，下膝眼两边的这个凹陷，两个嗯凹陷，嗯哼就是髌骨两边，大家都可以找得到这个凹陷，这是内膝眼和外膝眼。嗯，另外一方面就是加上一个鹤顶，鹤顶，鹤顶就是髌骨的上端这里嗯这个凹陷，嗯打的都是凹陷的地方。嗯然后拍打的就是空掌，嗯，呃按照次序就是外内膝顶，然后内外膝顶，就这样交替拍。外内膝顶，内外膝顶哈，对，那是换手吗？对，就是换手，外就是外外内内膝顶，膝顶，然后内外外膝顶，膝顶。哦，好的，你这都太顺就是畅了。拍熟练就好了，就不需要太大的力量，这个顺序很重要吗？还是说不都无所谓？是很重要，就是无所谓。这三个比如我位置记不住，我就左两个膝眼这样拍，啊。拍100下，
然后然后我在再上来。鹤顶再拍100下也可以。好的，啊，这个容易哈，而且不用力啊。不用力。但是一般就是它分两种，一种呢是整个闪脚面接触地面，嗯，然后它这里小腿跟大腿是一个90度。90度哈，对，就是不要这样翘起来，这样翘起来的话，它这里绷得很紧。紧，对对啊。对传统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气血就不过去了，就对。是让它是放松的状态，那是平时也要这样吗？就是说尽量不要让它紧张吗？尽量是放松的。放松的好，对，对。这个是吸眼。这个我那我们女的都啊得做。都可以。我是说这个女的好像到一定年龄的膝盖问题多的人多，都挺多的。现在这个都挺多啊。生活方式造成的，就是哦，久坐太多，下肢运动相对少一些嘛。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做的稍微高一点，嗯然后也可以就是拿个东西把这个膝盖上面垫起来，垫起来之后呢，你这个腿是悬空的，等嗯于这个关节间隙是打开的，嗯，这样去拍也行啊，就等于也可以。吊在那儿了哈。对，试一下。大家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个足底筋膜滚轴，也对，可以就是就是把它垫一个毛巾卷垫儿，高就行了。垫个小枕头啊，啊，这样也都可以。挺舒服。对，这样会更舒服一些。对对对，要不然它有点低，这么人。对对对。行，这个每天搞。啊，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按时间，就比如说我拍5分钟，拍10分钟都可以，也可以按次数，就我就是数着拍了对，100下、200下都可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呃前面呢是拍这个髌骨，嗯也是用空掌拍髌嗯骨，然后后面呢是我们用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指关节，嗯，在这个尾中，就是腘窝尾椎。这个中点这里，嗯，然后两个是相对的。嗯，这个也是要空掌，空掌哈，空掌。这个也不用用劲儿吗？就是放松拍，好的。放松的拍。方法大概都讲了一遍，那我们就是带着做一下，大家可以看直播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我们一般传统的话就先做左腿，嗯我大概做个100下左右，嗯。我就不做太快了，稍微的慢一点。不是说要特别准，就是膝盖的两侧和前方。这个一个是可以拍打膝盖，促进它的血液循环，另一方面也锻炼我们的手，锻炼大脑。这个最早是我们打坐下坐之后的，用来放松这个膝关哦，节的方法，但是对好多这种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呀、关节增生，还有这个膝关节不舒服，效果还是很好的。好了，都拍了100下，我们再换一条腿。不要越拍越快啊，就是匀速就可以了。越拍越快，有可能就是你就会用的劲儿越来越大。就一般我们是匀速，就是一样的力道就可以。就是要做才能发现问题。像你刚才说这个越做越快，就是你对要是不说你不做的话，你发现不了自己在快。对对，然后我们在前后。
我拍完以后就是觉得这个小腿这个部分，整个这个大腿、小腿这儿有点变轻的感觉。对，送。那我不是久坐啊，我是白天因为治病人都是站着嘛，就是站了一天。其实到了下午，脚和腿也会应该稍微有一点点肿胀的，这个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那你拍一拍就觉得哎轻松很多，它就促进它的淋巴回流啊，血液回流，然后让紧张的肌肉能够放松一下。拍打法本身是很好的手法，但是现在有些人他就给它扩大化了，就滥用了。就是拍打其实都是应该空掌的，空掌匀速，匀速，然后有节奏，有节奏，力量越轻越好。越轻越好。对，以前北京鼓楼医院有一位大夫，他就是用拍打法治儿科，啊，就是拍后背，哦，拍特定的穴位，像主要是消化系统感冒发烧便秘腹泻他都是拍，但是拍的角度方向都不一样。哦，然后拍的时候，那小孩就一般拍几下他就睡着了，然后拍完那个病就好了。这治疗舒服啊。对呀，所以这些拍打法还是很好的，但是可能学的时候是有点难度。对，嗯，这个手感很重要哈。手感很重要，并不是说拍的越狠越好。我听说这个温哥华这边有专门做号称这个禅拍的，经常把病人给拍轻了。我以前都试过，在广州他们哦有那种拍打法哈，哦，是拍的都气淤的。但有一些方法是专门要让它这个出痧，嗯嗯。但是不是太主张，不是适合所有人。哦。我记得原来那个萧红慈，他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就因为这个，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还有小朋友，啊，就是拍打出现这种死亡事件了。就过量了哈。对，就是一定要看适应症。你比如他这种糖尿病的病人，你就不要给他拍打出出血了。血了，这种就很危险的。还有一些小朋友也是要注意的，对小朋友皮肤都很嫩的，对，所以我们就能很轻松、很舒服的做到疗效，就没必要去用这种极端的方法。对。那有人留言，加西中医啊，谢谢，讲的非常实用，就是一些小的方法。好，这个是拍打法。拍打法之后呢，我们再讲一个，现代康复里面常用的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讲靠墙静蹲练这股四头肌不是太推荐，那怎么去练呢？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可以在一个椅子上，然后把这个垫在这个大腿下面这里，嗯。然后这时候呢，你用大腿发力去往下压，哦。你可以把手放在髌骨上，感受一下。如果是持续压对的话，这个股四头肌在用力，然后这个髌骨会往上滑动，这就起到我们要让这个股四头肌和髌骨上面这个韧带还有筋膜能够得到一个锻炼的效果。一般持续10秒钟左右，然后放松。不一定是硬的，如果你是比较敏感的，你可以垫个毛巾卷儿，或者是垫个小枕头都可以。然后就是用力，不是说用身体的力量，一定是用这个大腿用力往下去压，然后它就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嗯。然后就可以让这个髌骨往上滑动，锻炼到这个股四头肌，主动收缩，但是一个等长的收缩，来试一下。这个可能用视频讲不是太清楚，但是你面对面的是是吧？就这个自己用力往下压。用力往下压，对，大腿用力往下压，那是后面有感觉还是应该前面？应该前面有感觉，嗯。对，后面你垫个手或者是垫个毛巾都可以。就是你手放在髌骨这儿，压对了的话，它就感觉髌骨是往上走的。嗯，这个有点，这个有点。对，这就说明做对了。嗯，是这个是压10秒钟就行了。10秒钟，然后做几次就可以了。呃，这个你说是锻炼这个肌股肉。四头肌，哦，还有这个作用，对，是不是要往后一点？大概在什么你自位置？己舒服的就可以。舒服的就行。对，就这里是一体的，等于是哈。对对对，嗯，这个有感觉，因为它好像提上来了。是。嗯。就这样比较安全，而且效果也是最好的。这个经过肌电图这种静力性的这个主动发力的动作，它是对这个股四头肌刺激效果是比较好。
而且这个能够激活之后，也不会避免说你要靠前正蹲。第一，好多人坚持不了太长时间；第对，二个，它对关节的负担和压力是比较大的。这个对关节是没有压力的，这个挺明显的，是，就是呃，你一往下用力的时候，这个就已经上来就了。往上来了。对，对，这个动作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急性期不能做，但是其实不能整，急性期这个也可以做，可以啊，这个没什么大碍，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加重的风险，对对对，但是也不能排除意外，如果做了不舒服的话，就不要做了。就是自己要阴着点，我们讲哈，就对对对，是这样。不是说越大越好，就是它有力量，然后感觉到收缩了就可以了。对对，通常好多膝盖上面紧，或者说你上下楼的时候嗯髌骨这里紧，然后或者上面你这都有囊肿啊，紧张绷得很紧的，或者会疼的，嗯，你做几次这个动作，一般都能松下来。哦，这个简单易行，这个对，记住了，嗯，这个有感觉，对，就是如果就它这里就比较敏，上来了。对，如果比较敏感的话，就是垫个毛巾卷儿，用嗯个软的垫在下面，它有一个高度差就可以了，嗯就是有一个支点。嗯，明白。嗯，这已经有2个作用了。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可以做的稍微高一点，就是坐在床边，就把腿悬下来。这个呢，就是和我们上次讲这个312锻炼法一样，就嗯是我们要通过远端的肢体主动活动，然后嗯加上支点之后，来让这个关节状态更好。就是找到我们的髌骨，然后呢，手呢就成一个虎爪，给它放在这里，固定住，然后膝盖往前、往后，不要太快，不要靠惯性，一定是控制的，然后活动，然后你的手呢就固定住这个髌骨，要高吗？还不是用很高，就嗯是你感觉用力了，用力有收缩，然后小力？有顶这个手，有嗯，顶这个手指就可以了。那这个手指用力吗？手指要稍微用点力，稍微有点对，就和我们上次讲这个312，你按内关呀、按合谷这手上稍微稍微对，用点力，但是但不用。不需要太大的力，就只是给它起一个固定的支点作用就行了。这个也是活动这个肌肉吗？还是说保护膝盖的这个主要是活动关节，关节哈？对，好的，然后这是它是一个动作，另一个呢就是还是一样的姿势，嗯但是就是变成勾脚了。嗯，它活动的部位是不太一样，这个就更偏这个宾下的腹力区的这个膝盖的不同的位置，然后最后就是旋转，这个就是膝盖两侧了。哎，我这样搞，手放在这里的时候，好像这里边有气一样，是对的吗？对对，就正常的反应，不是什么玄幻的一些东西，就是它，身体在一些特殊活动下的正常反应。啊，我以为有什么毛病，不是不是，这都会有就是好像这种反应。有那种哈，对对对，我们是草木皆兵，有时候。对。那如果说我没时间的话，就是我可以就光旋转就可以，这样它其实就有这个收缩，有这个，就是现不现在要您说是有3个，一个是一个是前后正常前晃，后晃，然后然后勾勾脚，脚，然然后后是旋转，旋转，旋转是正反两方面对，吗？正反两方面，一般都是对等的，匀速对，是吧？这边转10下，那边转10下，不要偏一侧，要偏了会有问题吗？也不会吧？也不会啊。你做的不够那么大量。啊，你像我看网上有一个这个网红，他是说，哎，我要就只练左手，他就只哦，练左手的肌肉，右边就是不练，然啊，后他就变成会什么样？他就是右边的肌肉很发达，然后左边就是那种没锻炼过的没错。样子，那种他就会脊柱就会造成压力非常大，变成那种脊柱侧弯哎，我看打球的那啊，些，其实脊柱都有多少都点侧弯，会有一点，对，对，而且右边的肩膀比左边大好多，是手臂也是一伸出来吓一跳，是差很就多，差很远的。其实对，还是要还加是尽量平强一下，衡一下。对。不然它到最后的话，就是会容易产生一些损伤。我就这样想啊，你想想，啊，他要不中正的话，他肯定有的被压迫，有的被对，拉是的，伸嘛，哈。是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运动就有点不太好哈，要自己纠正一下也不是运动问题，就我们普通人不做运动的话，其实也是啊，左右会也会有。不平衡，只是说幅度的问题。
这个是锻炼。然后最后我们再讲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跪坐，我去拿两个枕大家练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找个小枕头，或者找个垫子呀，或者是找个东西，就可以起一个保护的作用。很多人，大多数人都是要不然是脾胃有问题，就比如我们前面的这个筋膜比较紧啊，嗯，然后还或者是我们后面比较紧，后面紧就是一个阳经一个阴经嘛。对，然后好多脾胃有问题的人，他就跪坐的时候，他会觉得脚踝啊前面这里绷得很紧不舒服，那嗯你就需要在脚踝这里垫一个枕头。然后你如果是肾经啊，或者是一些阴经有问题的人，他就容易是腘窝这里有囊肿啊，或者是绷得嗯嗯，比较紧，他会觉得跪坐的时候，他这个膝盖这里不舒服，那就需要膝盖这里垫一个枕头。就是里面吗？对，哦，是我简单做一下啊。这个我们就是在古代的话叫做燕坐，就是坐在脚踝上面嘛，然后嗯嗯嗯，坐直。坐直，这样呢，就是我们骨盆是一个中立位，嗯这种姿势其实对这个身体是比较好，对骨盆比较好。嗯嗯嗯，啊，有的人是不是认为说，以前有些人是跪坐多了以后，他容易罗圈腿，但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啊，他那不会的，罗圈腿跟这个跪坐没关系啊。然后呢，如果脚踝这里压力比较大的话，就我们在脚踝下面就垫一个枕头，嗯嗯嗯这样，然后跪坐在上面，嗯这样它的这个脚踝这里压力就会比较小。那如果是膝盖这里有不舒服呢，那就是或者说我这个膝盖比较紧，就是在膝盖这里可以垫一个枕头。啊，嗯，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正常那样做就没什么，行了啊。就正常跪坐就行。这我觉得可样跪坐的时候腰也会比较放松，然对，后我们膝盖呢是处于一个完全折叠的状态，嗯这种的时候就是和我们日常生活你走啊、坐啊这些姿势都不一样。嗯嗯嗯，很多说这个西方人他不能蹲下，就是因为他没有做过这种动作，从哦，小到大没做过这个动作，所以他这个角度他是有点受限的。它本身是生理性的，并不是说病理性或者结构有什么不一样。有些他如果是从小有这种训练这种垫上的嗯动作呀，有这种跪坐的习惯啊，他其实是没问题的。嗯包括现在国内，我看北京啊，有些地方小孩他没有这种蹲便，然后嗯也没有一些蹲坐的习惯，他其实也是下蹲受限的，并不是说跟这个人种啊或有关系，他还是生活习惯造成的。是是，嗯。然后跪坐呢，就是我们一般就静坐就可以，就是给他一个膝盖一个静力性的压力就够了。嗯嗯这个时候其实对膝盖关节本身的压力并不是太大，嗯更多的是在这个股四头肌，然后还有小腿前面的压力会更多一点，所以比较放心。当然你不要太往前倾啊，太往前嗯，倾，那就是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比较大了。就是这种正坐，我们体重更多的是放在这个屁股上面，脚脚踝这踝子上，个位置，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折叠起来的，嗯嗯然后对关节压力并没有那么大，反而是对肌肉和筋膜的压力更大一点。然后我们练的，如果是为了康复锻炼的话，就是从30秒开始，嗯30秒到1分钟，然后我们可以起来稍微舒缓一下，或嗯，者就直接下地走一走，然后再来第二次，哦，做一下。当然也可以，就是我们就当做一个训练，这嗯种就是比如这种北欧反向蹲啊，就是反挺，就是往后仰，这种哦变成一个折角，然哦，后起来，这种锻炼也可以。这个就难度比较大，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跪坐、静坐就可以了。大家如果是希望这个下肢的力线还有膝关节状态更好，就每天跪一跪就可以。嗯这是基础的跪坐。另一方面呢，就是也可以，就是稍微给他一点点压力，就身体往前，腿稍微伸直一点。嗯然后这是另一个角度，这个就对髌骨，然后对这个骨、胫腓骨的这个校正有一定的作用。嗯，然后我们就可以动一下这个脚的角度，啊，就然后是就是调整。
有好多这种腿型不太好看的人，他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练哦，啊。然后传统就是我们练腰马合一，就是用这种跪坐的姿势练会更容易一些。有很多锻炼的动作，比如我们之前讲那个涮胯的动作，它就是可以有这种跪坐的姿势啊，做这种涮胯，因为我们把哦，下肢锁定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动的就肯定是骨盆，哦，你就没办法通过膝盖来借力，或者是通过膝盖来代偿来运动。像传统的柔道，还有传统的一些武术的话，它是有很多大量的这种跪坐的姿势，就是它第一个，它设想它是骑在马上，你的下肢不能动的时候，你只靠上身怎么闪避、怎么躲、哦，怎么进攻、怎么把这个发力，然后它就是可以练这个腰胯，就是我们说的腰马合一，让这个力量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反过来，现在为了身体健康，也是可以用这种跪坐的姿势做一些训练。但是不用像古代或者武术那样练得那么复杂，我们就是在跪坐的姿势下保持一个前进后退、左右移动就可以了，就是前后通过这个胯来移动，嗯，嗯嗯前后这样动嗯就可以，然后左右，嗯，左右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移动，就是这种把这个脚稍微分开一点，然后把这个屁股左右移动就可以了。哦，这个就是左右练，和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拿那个台阶儿练左右的这个胯原理是一样的，嗯，但是这个对有的人来说更难，有的人就更简单一些。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我经常做，啊。因为我有时候脾胃不舒服了，我就做这个，对，这个做好的话，对脾胃是有很好的帮助。就是这样跪。但是我有时候不知道他的脚要绷直吗？还是无嗯，所谓？就是你如果脾胃有问题，就不太容易绷直，那哦，就可以垫个枕头，稍微有一点角度也可以的。嗯，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你想锻炼这个，你要到它麻为止吗？还是说无所谓？不要到麻为止，不要到麻，到麻为止，麻就是它有点缺血了，有点缺有血点压的过多了，啊一般就是1到3分钟就可以，啊！我一般都做不用是15分钟，15分钟你就有分点多成3到5次，哦就不要一次性做了，一次性做它局部缺血，压力太大也不好的。哦。然后是站起来向前走，向后走是吧？对，这样子，这个也挺好的这个一般我们就是坐在上面，哦。坐在上面走对哦，这样子的，对，手要无所谓哈。手你就叉腰就可以。哦，好的，我以为是跪着那个走跪着走它练的东西不一样。哦。然后左右就是属于，嗯，移动的什么，在两对个脚之间移动，对对对也是慢慢做是吧？对，这样就可以。这个做了好，嗯。对膝盖也好，然后对胃也挺好。对，它其实更多是调这个胯，腰底低髂，就是哦，低髂这里松了以后，膝盖自然就没问题了。然我还后我们脚这个足底筋膜滚轴呢，就是我们把脚踝调好了，它嗯，膝盖也不会有问题。脚踝好了，膝盖也不会有对，问题。就是好多膝盖的问题，其实要不然是腰上面底有问题，要不然是脚踝有问题，但它本身是一个轴承，它自身出问题的，除非你是外伤，或啊，者说是特殊的情况受的伤，或嗯者是特殊的病，要不然大多数都是脚踝或者是腰底先出问题。就嗯。跟刚才说的那个病人一样，他自己觉得是脚踝的问题，但其实是腰的问题。哎，我觉得这样做吧挺好的，就是因为你平时有时候腰不直或怎么样，这样一做它是那很骨盆就直的。中立位了，这个就是对骨盆的中立位，对，挺好。其实是骨盆略微有一点点前倾的，这哦，个就是正常的中立位。对，平时是有前倾的哈，不，这个时候是前倾的现在是前倾的吗？啊，直立起来，好多人是过度前倾的，嗯嗯嗯，然后这个时候一般就是中立位的，反正这个腰很舒服，对，它就放松下来的状态嘛。对，挺好，都做。嗯，这个是今天主要讲的3个锻炼的动作，然后还有一个我再加一下，就是，呃很多膝盖后面有问题的人，他嗯这个是需要练这个屈曲的动作，但是屈曲的动作呢，那个如果是按康复来讲，就是难度相对大一点。我们做一个传统的功法，一个简化的一个方法，嗯就是我们用自己做阻力，就是把脚勾在后面，
嗯，然后呢，这个腿往回去收，但是实际上没有产生移动，它是一个静止的，就是哦，就这样。是有个对，顶的力好像。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是10秒钟放松啊，不要太大的力量，就是有你的全力的5%到10%就可以，然后这样就行了，不用离地，脚不用离地，哦，就这样给它一个阻力，然后往后用力，就感觉到这个腰都有点抻到就对了。是两个脚，这个脚都要用力吗？主要是这个脚，拿起来的这个对对，脚吗？后面这个只是给它一个阻力，不让哦它这样移过来就行哦了。哦，主要还是在地上那个脚。对对对，嗯嗯然后换一个腿。就是别人看着你好像就是放了一个姿势，看不出来在动，但是你自己能感觉到它一个肌肉在收缩，就是后侧的腘肌腱，然后下面的腓肠肌，还有腰这里都是紧张的，嗯嗯，就是练的暗劲儿吧。就出汗的。对，就是这种发力，就是不太日常生活中不太用，嗯但是这种方式呢，第一个比较安全，嗯不太容易受伤；第二个，它对这种锻炼、对关节、对肌肉，还有这个肌筋膜链，就是我们一做，它是整条肌筋膜链后面的链都刺激到了，都是起到锻炼的效果，所以它的康复的效果是比较好的。这个就是多分享一点儿，但是可能不太容易掌握，大家就看哪个自己方便，哪个做着感觉好，舒适自然为度，不要勉强。然后有什么反馈呢，都可以欢迎留言评论。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吧。嗯，现在这个伊朗在打仗，石油这个涨价涨得很厉害，又走全球的路了。这个物价都飞涨。大家看直播的，如果手头比较富裕，欢迎打赏，欢迎这个多支持啊，点赞转发也可以，对，就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吧。然后我之后的计划呢，就是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是想看这种就是每个部位这么拆解呢？就是比如膝关节，然后上次讲的这个颈肩这个，这样每次直播讲一个部位，还是说，我们成系统的，比如讲一下这个八段锦，然后每个动作讲一下，然后做成系列这种，还是说什么形式更合适？欢迎大家评论吧。我接下来有很多想讲的，就是大家帮我排一下序。比如说，我想讲一下这个揉腹。揉腹呢，本身是安春如治疗按摩法的这个主要的治疗手段，嗯但是要讲的就是比较复杂，你可能治疗想学会，得下功夫，得练。但是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它本身是学这个手法的一个锻炼的方法，但是嗯我们可以自己在自己身上做，起到一个保健的嗯嗯作用。然后有一些脾胃消化呀，一些身体不舒服的病，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自己做一些康复。这个是我想讲的，也不是很复杂，应该是大概1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就能够学会，也能带着大家一起练一练。其他的，还有什么想讲的？因为我想说那个膝盖，比如说膝盖的问题哈，啊我觉得这里的人保暖做的特别不够，要啊，很多人就是冬天就穿个短裤就出，其实膝嗯，盖的气血，如果你不保暖它，你再恢复了它还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你要注意保暖，就是不要穿太少。这个其实是有点反直觉，就是其实膝盖不需要保暖。但是我觉得不行，嗯，我要是觉得一冷了，他就明显的感觉气血就不够，可能男的跟我们女的差不是不是，就是不多吧。因为你的这种下肢的这种立线、下肢哦，的气血通畅程度有问题，不够，对所以它就更对这个冷热更敏感一对些。对对，那就是它可能那些人就是很好吗？对它应该很好啊，它不会哦，觉得冷的我觉得是没知觉。啊，不是的，不是的，是认真的吗？就是这个冷，其实人体是感受不到温度的，嗯，人体没有锌还是感，竹筒氧含这属于？不，人体是没有感受温度的这个功能的。那是什么回事？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屋子里现在是22度，嗯但是你感觉不到说啊，现在我感觉到这个室温是22度，嗯对吧？人体没有这个功能，人体的皮肤它是能够感受到温度的变化，嗯
但是不能感受到温度，不是说我手碰一个什么东西，我能报出数来，这是多少度，我只能是一个，哎，这个有点凉，这个比这个凉，那个比这个热，嗯只能感受到温度的变化。最典型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例子，嗯比如大家有过这种泡温泉、嗯泡澡，或者是拿热水泡脚的这个经验，对吧？嗯你刚倒完这个热水的时候，脚刚放进去，就觉得这嗯个水好烫啊，受不了，想马上把脚拿出来，嗯就觉得这个热的不行。嗯但是你只要在这里面放，不用太长时间，有一两分钟，你就觉得好像没那么热了，嗯，就觉得这个温度还可以，挺舒服的，不是像刚才那么烫。那是因为你身体适应了。但是你这时候去测这个温度，那个水的温度没有变化，嗯对吧？它还是这个温度。那你同样的温度，你为什么刚才就觉得受不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你就觉得适应了？嗯那这个适应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你去手拨动一下这个水，它嗯，水一流动，那就啊又热起来了。对，那它温度还是这个温度，并没有变，这个，但是你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要烫的受不了，要觉得很舒服，啊又觉得烫不了，这那你让我想起那个温水煮青蛙，它是适应了吗？但是我觉得挺，所以说就是人只能适应，你嗯，是改变不了环境的。但是你最后就还会耗你，就本来你就气血不足，像我哈，不，我要一穿的少，我就觉得不行了。那你想想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泡脚的这个例子，嗯为什么会觉得穿的少就受不了？嗯你之前是觉得热，然嗯后你适应之后你就不觉得热了。嗯那我们反过来不是一样吗？嗯你一开始你觉得凉，嗯。你适应之后就不会觉得凉。但是，我这样想哈，那比如说外面的温度比你身体的温度差很远的时候，那你身体要不停的，你没有保住这个温度的话，你要不停的释放能量嘛，那对对，你身体还是就是气血还是有一些损耗的吧？它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的功能。嗯，就是人是要分人了，保持就是你越不用的话，这个功能越差。这种对，就是就是这样的。就为什么有的人就会很怕冷，就是嗯稍微一凉一点，或者说大家都觉得这个温度很合适的时候，你说这个太冷了，我得多穿点儿。嗯，这个就是中医说的，就是你穿了棉衣加衣也觉得这个寒去不掉，那是那身体里面有寒，其实就是你体内这个动脉血它的血液循环的问题，你的气血不足，嗯它的这种适应能力变差了，嗯差到一定程度就进入到病态了。哦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让这个适应能力变强。嗯我稍微高一点，稍微低一点，不是那种嗯极端啊。你说到赤到50摄氏度，或者到北极零下50度，那种就是不是人类能生存的地方了。啊但就我们说正常的，比如温哥华这种，它零上的温度，然后到20、30度的这种温度，嗯这个温度差，人体是能够适应的，嗯，但是需要时间，需要你的气血的正常的运转。我觉得这个是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多穿点要给它保暖，是我们嗯要想办法让它的气血能够很快的适应它正常的温度，对吧？学习的，因为你说我去保暖，保暖到什么程度？保暖的前提是你体内的血液循环能够正常好，的运转，对，它能有一个基础的温度能够产嗯热，嗯你才能够保暖。嗯以前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好多摆摊儿卖冰棍儿的，嗯那时候没有冰柜，嗯你户外也没法插那种移动电源，嗯，它就是放2床棉被，对呀，它是在保温，并不是在保暖。它就是所以你身体如果是寒的，嗯你实际上这个寒出不去，它越来越寒，嗯变成恶性循环。嗯你只有是热的，里面是热的，你加上这个保温，它嗯才会保住这个温度，嗯是这个道理吧？嗯所以关键是要让它气血循环是正常的，嗯而不是说我怎么去保暖。你嗯，气血循环好的话，我穿个短裤，我不会觉得冷，对吧？还是如骨髓果如果你主引如果你引了，如果是体寒的话，你阳虚的话，嗯那你外面太阳晒着，嗯然后你这棉袄穿着，嗯你还是觉得冷。这是中医的这个思考这种寒热的问题，嗯它是相对的，而且是一个人体功能的问题，嗯并不是说穿衣多少的问题。如果是穿衣多少问题，就跟刚才我们说那个这个云间实行人这个问题一样了，就是你做完治疗不能动啊，对啊，吧？那你怎么知道治没治好呢？
嗯哼，那你也是这样吗？你注意保暖了，那你治好没有啊？是因为你保暖好了，帮助你了，就是让你能量不要过多的释放了。那就刚才说的嘛，如果你是寒的，你加了衣服以后，嗯，是让这个寒散不出去，让这个寒留在这儿，你就是那个放了棉被的那个冰棍儿，它就不化了。年轻。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它的冷暖就是因为的感它气血的这个不够了，对，不够了，对，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增加它这个气血。嗯嗯，就是像312说的那个呼吸法，你呼吸对，法如果是补阳的这种呼吸的话，嗯你就会觉得越来越热。嗯，会的会的，对对对，就是我们要做增量，嗯不是说那个太保守的方法呢，到一定程度，就是你的气血低到一定程度的话，嗯你会发现你怎么多穿衣服还嗯是冷，然后夏天的时候30度了还嗯是觉得冷。我之前治过一个病人，他是，跟人去爬雪山了，嗯就是那种不是很高，大概5、6千米吧，也算挺高的了。然后说在一个山洞里面跟他女朋友，然后他就为了这个男子气概嘛，觉得我身体好，少穿点儿，然后把外套脱了，保暖衣都套到他女朋友身上了，嗯然后过了一夜，嗯他说觉得这一夜是一生当中最长的一夜。嗯，下了山之后，他就永远是觉得冷的，就太阳晒着他也觉得冷。那就是寒入骨髓了，对，而且他出现什么，就是不断的自汗，嗯老是出汗，老是出汗，然后那个手就放在这里就往下滴水的，哦，就是你说的这个，他这种情况就是你怎么给他保暖，怎么加衣服都没有效果，你只有把他这个阳气激发起来，对，他才能把这个寒驱走，他才嗯能够正常的血液循环，嗯这样你就穿正常的衣物就没问题了。对，因为正常是很重要的，对，嗯就不要过量。嗯。看看有谁留言了，谢谢一直跟在瑜伽垫上做一些动作，做完了有什么感觉吗？有什么问题吗？哪块没说清楚的，我们就再补充一下。原始的话，拍打就是那个打坐完嘛，就是在那个打坐垫上面，然后腿伸直了，半曲的这样去做。啊，就那三对，个位置哈。然后转脚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先拍打，或再转脚，或者先转脚再拍打都可以，看大家习惯。原始的方法就是这个最后拍打，啊，最后拍打，对，就是先转，就是我们坐在高一点的地方，然后前后，然后转，然后嗯，勾脚，这样三个动作，然后这个，对，然后这个，然后跪坐，越坐，然后还有移动对，啊，前后移动，然后就慢慢就走，就下坐了啊，啊，这就是以前打坐一个下坐的一个流程，收工的一个步骤。嗯，大概就先讲这么多吧，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经常一天我比如说321啊，或者是就是做或者做那胸椎那个啊嗯，一做就已经好像一天那个就是都够了那个能量，都不用再去对对，这个运做别的。动量其实挺大的，还有那个深蹲，那个上那个蹲，对对。我也做了，一做了之后就睡得很好啊，你可以就做一个锻炼计划表，就是我啊。周一练什么，周二练什么，周三练什么，然哦，后这样排一下，就更好一些对，啊。然后慢慢找到一个自己舒服的一个流程，看一看啊。段医师讲讲如何养气血，养气血最主要就是睡好觉，早睡，早睡，然后多睡，多睡哈。这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呃，其实养嗯气血最主要就是你让身体恢复正常的结构，多散散步，然后吃要吃的营养均衡，搭配的合理一点，荤素搭配。然后你要看自己的这个大小便的状态，嗯大小便的状态就是代表你的消化系统，然后泌尿系统、肾脏这些功能正常不正常。包括中医很多人调方子也是看这个，就是你的大小便、胃口，还有睡眠质量怎么样。嗯，其实好多的东西呢，现在也不一定用中药调就是效果最快的。你比如，哎呀，这个直播这个又出问题了。
嗯，是，其实比如说脾虚，脾虚就是传统中医就是说你大便不成形，或者说是这个有点腹泻，或者说是大便的性状不太好吧。那你现在研究来说的话，一个是肠道菌群，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膳食纤维不够。我现在一般就是如果有这种患者的话，我会鼓励他就去买一些保健品，把这个肠道菌群调一调，然后增加点这种膳食纤维的摄入。现在也有这种很方便的，Costco 也有卖这种膳食纤维补充剂，就是你倒一勺，然后冲点水，多喝点水，然后这个大便它这个肠道这个多余的水分就会被吸收。好像一般那个成分是车前子草的那个籽儿吧，它给打成粉了，就也是一种中药。植物性的。对，但是它是一种可溶性的植物纤维嘛，所以它这个吸收效率就很高。那一小勺就可能顶你吃很多这种白薯啊、这种玉米啊这种，就是效率很高。一般你像是好多那种大便不成形的，或者是拉完大便以后容易粘马桶的这种，就是传说的这个体内湿比较大，或者传统说法就是湿比较大或者脾虚的人嘛，你吃一礼拜基本上就是大便就成型就干了，然后也不会粘马桶。那那要一直比吃中吃吗？不用一直吃啊，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补充剂嘛，啊，所以你就是可以习惯性的，比如说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一天吃3次，一次来一勺。那你状态好的时候，你可以一天吃1次就一勺，或者我就几天不多少？吃了，它就恢复正常规律了嘛。保健品的目的不是说我要一直吃这个东西，吃保健品的目的是说我可以不吃的，但是我吃到 看可不是，大家都是一成天一习惯了。份儿哈，都是这样子对，其啊。实是为了你让你的身体功能正常之后，嗯，就不用吃这些东西。对。嗯，看一下啊，嗯，跪坐的时候足踝不舒服，一直左右晃晃，觉得酸爽。那其实就可以就是多做做这个足底筋膜滚轴，就是脚踝还是有问题或者足弓有问题，也可能代表就是你的这种脾胃啊、脾经、胃经比较紧，还有一些淤堵的地方，可以扎一扎针或者是做做艾灸都可以。还有我们之前讲的一些足踝的一些方法，包括刚才讲的，就是你做的高一点，然后手放在膝盖这里去转脚腕，然后一只脚转也可以，两只脚转也可以，嗯。转的慢一点，匀速，然后练一段时间之后，它这里松开，你再跪坐就能够稳定住了。就它会晃，会不稳定，就说明它这个结构有一些问题，还是能够专门针对的治一治会更好一些。好，还有问题吗？没问题，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谢谢大家的收看。好，停止直播。